娘子恨了我一辈子，只因她18岁那年落水是我救了她。她因与我有了肌肤之亲，被世子厌弃，不得已委身于我。她嫌我是个穷状元，让她在贵女圈里抬不起头。她生前不让我碰，死后也不与我合葬。我守了她一辈子，到头来成了一个笑话。重生回娘子落水那一日，这一次就让她的心上人去救我。可是她爱了一辈子的世子哥哥，却眼睁睁看着他在水中沉浮，任由相貌丑陋的京中纨绔将他救上了岸。不好了，柳小姐落水了！丫鬟惊慌的喊声让我飘远的思绪回笼，我竟真的重生回柳潇潇落水的时候。赵状元，你出生于云梦，水性最好，你快下去救人吧！再晚些，柳小姐恐怕不行了。今日一同来侯府参加雅集诗会的公子小姐们纷纷劝我，前世我救人心切，加上对热烈明媚的柳潇潇一见钟情，明知救她会惹上麻烦，甚至断送仕途，我依然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湖里。我原以为是救命之恩，可对她而言，这恩情却成了锁住幸福的枷锁。这一世就让一切回归原本的命运轨迹吧。大家说笑了，有秦世子在，他定不会让柳小姐出事的。柳潇潇与秦世子是京中公认的金童玉女，两人之间只差捅破那层窗户纸。赵状元，你这话说的不错，可是秦世子似乎不会水，若是再拖下去，怕是有性命之忧。是啊，赵状元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现在不是计较那么多的时候。你是正人君子，定不会趁机占刘小姐便宜，秦世子不会误会你的。赵状元，柳小姐就拜托你了。秦世子的话让我心中一惊，他不是深爱柳潇潇吗？为什么不肯自己下水去救她？我记得很清楚，前世他娘子放花灯时不慎落水，是他亲自跳下去将人救了上来。很抱歉，在下昨日伤了手臂，实在是有心无力。我并不是撒谎，我是真的有伤在身。前世我救了柳潇潇后，导致伤口感染，从此落下了病根。每逢阴雨，手臂便泛起密密麻麻的痛痒。可我的这些付出，在柳潇潇眼里都成了罪有应得。秦世子皱了皱眉，却没再为难我，而是给站在一旁的京中纨绔使了个眼色。纨绔脸上挂着猥琐的笑，在众人的窃窃私语声中跳进了湖里。世子哥哥，救！气球被呛入口中的湖水无情截断，止于一串气泡上浮。秦世子躲开柳潇潇期盼的目光，无奈地摇摇头。柳潇潇开始还能挣扎拒绝纨绔的营救，渐渐的她没了力气，只能任由纨绔的手箍在她纤细的腰间。她温热的泪珠落下，眨眼间消失在冰冷的湖水里。那双曾令我痴迷的眼眸蓄满泪水，如一只即将被宰杀的小鹿。前世我一直追逐她，我看得分明，那无声的唇形是在向我求救。我一直期盼她的目光能为我停留，可此时看着湖里的她，唇边不禁溢出一抹苦笑。原来我也能成为她的退而求其次，可是我的心已经凉了，这辈子不想再与她扯上半点关系。柳潇潇期待的奇迹没有发生，她最后还是被那纨绔抱上了岸。众人忙围过去查看情况，虽然嘴上说着关心的话，更多人则是等着看将军府大小姐跌落神坛。柳潇潇惨白着脸一直没有醒来，也许是不知要如何面对现在的情形吧。我没有继续逗留下去，带着小厮离开了侯府。柳潇潇，从今以后你向潇湘，我向秦，此生再不同路。7日后，我搬入陛下亲赐的状元府仁翰林院修撰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以后会进内阁，成为天子近臣。前世我这时已经与柳潇潇定下了婚事，因陛下不喜将军府的原因，只给了我一个偏远县令的官职。即便我为国为民做出很多政绩，一直没能得到重用。我满身才华无处施展，我曾整夜失眠。可就算是这样，我也没有后悔娶柳潇潇。可就算我将自己的心剖出来捧给他，也比不上他的世子哥哥。没有情爱的羁绊，这一世我要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国家和百姓。这日下朝，一辆马车停在府门口，很快车上下来主仆2人。那位小姐即便戴着帷帽，我也从身形认出了她的身份，竟是柳潇潇。赵大人，我今日来有事相求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不必那么麻烦，柳小姐有事便在这里说吧。我不想再与柳潇潇扯上关系，自然要避免一切可能产生误会的机会。赵大人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你可愿娶我为妻？喜欢2个字让我下意识握紧了袖子中的手。哼，原来柳潇潇一直知道我喜欢她，她前世恨我怨我，不过是仗着我爱她。柳小姐慎言，你跟秦世子才是一对。还有你误会了，我并不喜欢你。不可能，你撒谎，爱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。她不可置信地摇着头。柳潇潇急了，如果赵文轩不喜欢她，她就要嫁给那个流连青楼还斗鸡走狗的纨绔了。赵文轩虽比不上他的世子哥哥，但比那个纨绔要强太多了。而且父亲说了，赵文轩很得陛下器重，以后会成为肱骨之臣。这样的赵文轩还是勉强可以配得上他的。柳小姐身为闺阁女子，还是矜持一些比较好。若是在下真的喜欢你，当日你落水，我又怎会不救你？你怎么能不喜欢我？我明明那么优秀的。被偏爱的人总是有恃无恐，他柳潇潇优秀，我本身也是个很好的人啊。柳小姐请回吧，我做了一个送客的手势。柳潇潇骄傲惯了，她今日肯放下脸面来找我，估计在她心里已是对我天大的恩赐了吧。赵文轩，你今日拒绝我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柳潇潇带着丫鬟气急败坏地上了马车。大人，柳小姐为什么不去求秦世子娶她呢？他们不是真心相爱的吗？
的吗？我看着消失在拐角的柳家马车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从秦世子那日对落水的柳潇潇袖手旁观的态度就可以猜出，他其实并不想娶柳潇潇，只是享受被将军府大小姐爱慕着的感觉。将军府功高震主，却因先皇有旨，柳家10万柳家兵，除非主动教诲，否则不可强夺。圣上有意收回柳将军手中的兵权，已暗示他多次，可惜他都装作没看懂。如今的将军府看似风光，却早已成了陛下心中的一根刺。即便秦世子喜欢柳潇潇，永宁侯和他的夫人也不会同意。次日书斋门口，我打算进去买些笔墨纸砚，就见里面围了一圈人。世子哥哥，徐公子已经死了，我再也不用被救命之恩要挟了。你现在可以娶我了吗？柳小姐，你我无媒无聘，还请谨言慎行，莫要污了我的清白。世子哥哥，你明明是喜欢我的呀，为什么要说反话呢？是不是你母亲以死相逼，让你跟我划清界限的？住口！不许你污蔑我母亲的名声。你与徐公子已交换了更帖，那便是徐家父。他如今死了，你该给他守孝，当一个贞洁烈父才是。众人跟着附和。秦世子说的没错，柳小姐落水那日，若不是徐公子仗义相救，早就香消玉殒了。人可不能忘恩负义啊！说来也怪，徐公子明明水性不错，怎么会淹死在湖里呢？莫不是被未过门的妻子克死了吧？这个猜测一出，众人下意识跟柳潇潇拉开了距离。柳潇潇顺风顺水了18年，她哪受到过这种奚落？她双眼猩红地瞪着秦世子。秦君，你今天拒绝我，一定会后悔的。柳潇潇挤出人群离开，我忙带着安竹退到一边，以免和她碰上。回府后，我就将自己关进了书房。徐公子的死应该不是意外，他死了，柳潇潇就不用嫁去徐家了，所以应该是柳将军让人害死了徐公子。徐公子虽是个纨绔，却是家中独苗，徐大人应该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第2日早朝，徐大人摘下象征着3品大员的官帽，他倚头触地，声声泣血。陛下，小儿死的冤枉，他是被人害死的，求陛下做主。徐清觉得是谁做的？皇上并不在乎徐大人那个纨绔儿子的死活，他只想借着这条人命重创将军府，以此达到收回兵权的目的。陛下，小儿前不久救下了落水的将军府大小姐，柳小姐不想嫁，直说便是，为什么要让人杀了她？这是臣搜集到的证据，请陛下过目。皇上威严锐利的目光看向柳将军。柳青，你有什么话说？柳将军赶忙出列，他将手中的证据呈给在皇上身边伺候的苏公公。陛下，徐大人被人蒙蔽了，臣已经查明，徐公子是在青楼喝多了酒，回府途中被人趁机推下了水，凶手只是一个普通的百姓。他的妹妹曾被徐公子拖入巷中侮辱，他这样做也是为了给妹妹报仇。天子看完政务，眼底冰冷的杀意翻腾如墨，出口的声音却缓和下来。好了，这件事交给刑部处理，无事便退朝吧。天子都发话了，徐大人即便再心有不甘，也得打碎牙往肚子里吞。散朝后，苏公公将我带去了御书房，微臣参见陛下。起来吧，赵青，朕听说你喜欢柳小姐。回陛下，这是谣传，臣跟柳小姐只有过几面之缘，并无男女之情。你不必紧张，朕只是随口一问。泽州连年水患，你愿为朕分忧吗？臣愿意。好，差事办好了，加官进爵，朕记在心上。可若办砸了，你项上这颗人头，朕便笑纳。我深深叩首，额头紧贴着冰凉的地砖。陛下若治水失败，不劳您动手，微臣甘愿引颈于低前，以此谢苍天，谢陛下。皇帝眉宇间带着殷殷期许。赵青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朕身在此位，所求不过万民安康。乾坤朗朗，欲建此功业，不可无肱骨柱石相撑。卿可愿为朕心腹，共赴这千秋之约？臣誓死追随陛下。从御书房出来的时候，我的心情还久久不能平复。这一世，我终于可以追随明主建功立业，3日后便要出发。我与母亲正在准备路上要带的东西。大人，柳小姐求见。儿啊，你上次不是已经跟柳小姐说清楚了吗？她怎么还来纠缠你？娘，您不用担心，我会解决的。我带着安竹来到了大门外，柳潇潇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赵大人将访客拒之门外，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。柳小姐，你2次3番纠缠于我，已经给我造成了困扰。赵文轩，你不过一个寒门出身的状元，我可是堂堂的将军府大小姐，我肯登你的门，是你赵家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而且你应该知道惹怒我的下场有多惨。柳潇潇的威胁让我更加确定了心中的猜测，徐公子的死跟将军府脱不开关系。好了，本小姐今日是来给你送喜帖的，明日我大婚，邀请你去侯府观礼。柳潇潇眼尾都未曾扫我一下，带着施舍般的睥睨，将那刺眼的喜帖猛地塞进我的怀里。不待我反应，他也领着丫鬟群阵带风的扬长而去。大人，秦世子这是同意娶柳小姐入门了。明日就知道了。秦世子不会为了一个柳潇潇而让天子猜忌，这
这里面一定有隐情。侯府娶妻的阵仗很大，百姓们早早在侯府门口等着看新娘子。柳潇潇为了找回面子，嫁妆队伍整整绵延了10里。快看，新娘子到了！不对，怎么有2个花轿？在我们大幽，男子这辈子只能娶1个妻子。秦世子这是将妻妾同一天娶进门了。一个是将军府大小姐，另一个是尚书府的庶女，到底谁是妻谁是妾啊？这还不简单吗？顾倩一个庶女怎么跟嫡女比啊？自然柳小姐是正妻。话不能说的这么绝对。顾倩虽是庶女，但她得尚书大人宠爱，母家又是天下首富，这正妻之位也是当得的。喜轿中的柳潇潇听着众人的议论，气得脸都青了。她可以容忍秦俊纳妾，但她不该选在今日，这不是打她的脸吗？柳姨娘，老奴扶你从角门进府吧。放肆！我可是秦家的当家主母，还不赶紧大开中门迎我入府？柳姨娘还不知道吗？你与徐公子有过肌肤之亲，名声早坏了。就是这妾室之位，还是世子好不容易替你求来的呢。主母的位置，你就不要惦记了。柳潇潇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她死死掐住嬷嬷的手腕。你的意思是，尚书府那个庶女才是世子哥哥的妻子？不可能，世子哥哥不会这样对我的。柳潇潇一把掀开红盖头，疯了般冲向站在门口的新郎官。秦俊，你敢让我成为整个京城的笑柄，我今日跟你拼了！柳潇潇毕竟出身将门，泼辣尽上了，秦俊竟有些招架不住。等家丁将柳潇潇拉开，秦俊的脸已经破相了。泼妇，我要休了你！秦俊又疼又气，指着柳潇潇的脸大骂：秦俊，我爹可是战功赫赫的战神将军，你敢这么羞辱我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和侯府的。别忘了，你侯府的把柄还抓在我爹手里呢。柳潇潇到现在还没看明白，秦俊之所以敢这样对他，就是为了向陛下表忠心。将军府确实很有威望，但终归是臣子。秦俊顾不得脸上的伤势，对着柳潇潇的脸就是几个巴掌。贱人，你敢要挟我！来人，将柳姨娘绑了！秦俊，你敢？我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错了，俗话说出嫁从夫，更何况我已经将纳你为妾的事禀告给了陛下，即便是手握兵权的柳将军，也不好干涉女婿的家事吧。直到此刻，柳潇潇终于知道怕了。他越过人群看向我，被臭帕子堵住的嘴里发出无助的呜呜声。我眼中再无对他的怜悯，转身消失在茫茫人海中。半个月后，我与母亲来到了泽州。我根据书上记载和实地考察，很快便制定出了治水良策。我在老祖宗疏导的治水方法上进行改良，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，便彻底解决了泽州的水患问题。在治水的过程中，我曾多次被刺伤，还好有陛下派来的龙卫保护。回朝复命那日，百姓们夹道欢迎，闺阁小姐们更是争相送上亲手绣的帕子。这一世我没有成婚的打算，全都一一婉拒了。天子对我的能力非常满意，破格将我提拔为3品工部侍郎。为我庆功的宫宴上，我再次见到了柳潇潇，她似乎过得不太好，即便是厚重的妆容，也掩盖不住她脸上的憔悴。不到3个月的时间，她从骄傲跋扈的大小姐变成了要看人脸色的贱妾。如今的她很惨，我却不会同情她，因为这是她自己的选择。赵青，你也老大不小，该成家了。朕就借着这大喜的日子，为你和安乐公主赐婚，如何？安乐公主是陛下最宠爱的公主，刚出生就有了封号和封地。可惜前世为了大幽远嫁北疆，不过3个月就被凶残的北疆王折磨死了。原本她是金枝玉叶，无需远嫁异乡，奈何柳将军带领的大幽军败给了北疆，一时间王朝飘摇，黎民惴惴。安乐公主毅然舍弃尊荣锦绣，以一己之身换取片刻喘息。重生这一世，我本想一辈子不娶，可如果那个人是安乐公主的话，我愿意。谢陛下隆恩，臣定不负公主。平身吧，朕命青天监察了日子，你们的婚期就定在下月初8。是，臣遵旨。我起身回到自己的席位，同僚们纷纷向我道喜。赵大人，你年纪轻轻就官至3品，马上又是安乐公主的驸马，前途无量啊！赵大人年轻有为，我敬您。各位大人谬赞了，全仗陛下赏识罢了。赵大人不必谦虚，来喝酒。宴后，我坐上马车回府，因喝的有些多，便靠在车壁上闭目养神。马车猛地一停，你不想活了？当街拦车多危险！你还没资格跟本小姐说话。赵郎，你赶紧下车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外面的人竟然是柳潇潇，她还真是阴魂不散。柳潇潇，我们没什么好说的，赶紧让开。不，赵郎，你不要装了，你是爱我的，我已经恢复了前世的记忆。柳潇潇的话让我明白，她也重生了。可是那又怎样呢？纵使江河倒流，6月飞雪，我也绝不会再对她动心分毫。柳潇潇，前世的赵文轩已经死了，这一世的我不可能再喜欢你。赵郎，我承认前世是我识人不清，秦俊他不是人，他不但羞辱我，还打我。我是在他酒里下了迷药，才好不容易跑出来见你一面。赵郎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保证再不会践踏辜负你的真心了。柳潇潇，不是所有的道歉都能得到原谅，这辈子我和你绝无可能。不，
赵文轩，你是我的，安乐公主不过是出身比我好罢了，她哪里比得上我？我不许你跟她成亲。安乐公主心怀天下和百姓，在我心里，你连她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我已经让人通知秦世子了，相信他马上就到了。赵文轩，你不是人，秦晋会打死我的。柳将军可以为了女儿冒险害死徐公子，可对永宁侯府唯一的子嗣，他不敢轻易下手。更何况这桩婚事是他将军府算进来的，若是他敢对秦俊出手，秦家一定会与他拼命。为了一个已经毁了的女儿，根本不值得。我知道柳潇潇的处境很难，可又关我什么事？毕竟这是他念了一辈子的金玉良缘，不管秦俊对他怎样，都是他应得的。马车渐行渐远，隐约还能听到柳潇潇对我的威胁。赵文轩，你这个负心汉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是不会让你如愿娶到公主的。我这日从御书房出来，恰遇安乐公主带着侍女来给陛下送养生汤。臣参见公主殿下。赵大人不必多礼，这是我绣的荷包，希望你喜欢。安乐公主面颊绯红，手指微颤着，将那荷包飞快地一扫到我怀里。我抚摸着荷包上精致的并蒂莲纹样，不自觉地勾起了唇角，被人爱着的感觉真好。前世我羡慕别人有娘子亲手绣的荷包带，便央求柳潇潇也给我绣一只，可每次得到的都是她冰冷的嘲讽，那一句句我不配，仿佛要将我挺直的脊梁压弯。这辈子终于也有人真心爱我了。我幻想着与安乐公主婚后的幸福生活，每天都倍儿精神，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。眼看着婚期将至，却传来北疆范进的急报。朝堂上，主和派和主战派吵起了一团。陛下，安乐公主享受百姓供奉，也该为国家出一份力。大幽军常年征战，早已元气大伤，不能再打了。只要公主为我们争取1年的时间，臣保证能大败北疆。为大幽国的男儿，即便战死，也不用公主还片刻苟安。柳将军，修长敌寇气焰，灭我大幽军魂。顾尚书说的倒是简单，反正去战场上卖命的又不是你，我是大幽的将军，我不能看着将士们白白去送死。皇上听着两派的争论，并不急着做决定，他的目光最后落在赵文轩身上。赵卿，你觉得是战还是和？回陛下，臣愿领兵征讨北疆。于公我要守护大幽的江山和百姓，于私我要护住那个满眼满心都是我的女子。好，朕给你10万精兵，助你一举拿下北疆。顾卿，你负责好粮草供应，万不可出现贪墨现象。是，臣定不负陛下所望。我与顾尚书齐声领命。陛下，请您三思啊！即便赵大人读过一些兵法，可毕竟是纸上谈兵。臣在沙场上厮杀那么多年，都拿不下北疆，他一个文人去了，那不是白白送死吗？皇上从龙椅上起身，一步步走下台阶。柳将军，你柳家世代守护着大幽，你的祖辈更是为大幽战死。正因如此，先皇下旨不可强夺你柳家军兵权。可是到了你这里，简直给先祖蒙羞。北疆到底是真的拿不下，还是你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故意放水？在天子的威压面前，即便是从刀山血海里拼杀出来的将军，也不由得冷汗森森。皇上的手轻轻按在柳将军的肩膀上。柳将军，大幽的脊梁不能弯。陛下，是微臣错了，微臣这就带兵出发。朕金口玉言，怎能随意更改带兵人选？不过朕要跟你打个赌，如果赵卿这次打赢了，你就主动交出兵权。柳将军心下大惊，他算是看明白了，皇上要借这次的事夺走他的兵权。陛下，这柳卿莫急，朕的话还没说完。倘若赵卿未能攻城，你手下那10万儿郎便尽归柳家麾下，世代承袭。陛下，臣惶恐，臣绝对没有不臣之心。皇帝转身步上高台，退朝，赵卿留下。御书房里，此剑在手，如朕亲临。若有不听指挥者，可先斩后奏。赵卿，这一役你不能让朕输。陛下放心，臣定不辱使命。好，朕信你。安乐等你很久了，去跟他告个别吧。是。御花园里，安乐似乎刚哭过，眼睛红红的，让人看了忍不住想将他拥入怀里安慰。赵大人，你是为了我才主动请缨上阵杀敌的吗？公主不要有心理负担，守护国家和百姓，这是臣子的本分。赵大人，我等你回来娶我，你若是不归，我就等你一辈子。眼前女子眼中的深情，让我说不出拒绝的话。好，臣答应你。赵大人，你不要有后顾之忧，我会将你母亲接到宫里照顾。谢谢公主殿下。赵文轩，你可以换我的名字吗？我叫李雅。谢谢你，李雅，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。我终是没忍住，上前将心爱的女子抱进了怀里。次日一早，我换上戎装，来到西郊大营点将台。将士们看到我，眼中是毫不掩饰的不屑和鄙夷。赵大人，你们文人比那闺阁中绣花的小姐强不了多少，还是别去送死了。对呀，赵大人，只有像我们柳将军那样的人物，才是保家卫国的英雄。既然你们瞧不起本官，便下场与我比试。如果我
我输了，任由你们处置。将士们互相看了看，最后推搡着一个身材魁梧的副将出来，与我比武。赵大人，我是个粗人，如果不小心伤到了你，还请见谅。砍刀，几十斤的大刀当头朝我砍来，我没有应接，而是灵活躲开。将士们见此，全都毫不留情地发出嘲笑声。我静心凝神，在躲避的同时，寻找着副将的破绽。哎呀，真是没劲！看赵大人这躲的本事，想必逃跑的功夫应该很强吧？赵大人不会是想用这种办法耗尽张副将的体力吧？他想得太天真了。张副将力大无穷，就是再打上1个时辰都没问题。不等他们说出更难听的话，我手中的红缨枪枪尖已经抵在了副将的咽喉处。只要我稍一用力，眼前这个勇猛的汉子就可以去阎王爷面前报道了。咣当一声，大刀重重砸在了地上，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吸气声。天哪，赵大人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吗？武功怎么这么厉害？难不成这就是传说中的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？这似乎跟柳将军说的不一样啊！有这样的主将在，我们这次打败北疆有希望了。众将士素来敬服强者，亲眼见到我的厉害后，再无半点轻视之心，眼中唯有幸福。还有谁不服？赵将军，我们愿意听从您的指挥，再无异心。好，鸣鼓出征。我带着10万精锐，浩浩荡荡地出了城门。心头蓦地一动，我倏然回眸，城楼之上那道目光中的担忧与缱绻，恰似温柔的网，将我整个人没入其中。我抬起手，朝着安乐公主用力挥了挥：“丫丫，等我得胜归朝，就来娶你。”北疆的地势远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复杂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与北疆的首次交锋必须要赢。北疆人善骑射，要想获胜，就要想办法破了他们的骑兵阵。我安排一支步兵，带上盾牌和斩马刀，随时待命。我命将士先用弓弩对敌人进行远程攻击，再让那支步兵出击，专门攻击敌人的马腿。等敌人人仰马翻后，再带着骑兵冲杀上去。在我精心的谋划和众将士的默契配合下，首战如我预想中那般取得了胜利，重创了敌人的锐气。经过那次比试，张副将对我心服口服，已经将我当成了他的榜样。赵将军，您不光功夫厉害，带兵打仗也牛。按照这个打法，我们一定能收复北疆。都说柳将军用兵如神，可都跟北疆打了10几年了，依然没能将他纳入我大幽的版图。不能骄傲，我们要再接再厉才行。是，赵将军，我们全都听您的。我指着按着实地考察后修改过的地图，安排下一次的作战计划。京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，依然热闹繁华。安乐公主看着北疆发来的一封封捷报，恨不能飞到那人身边去。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，什么时候能回京。姨呀，你等不到赵文轩回来娶你了，因为他已经死了。柳潇潇带着柳家军破门而入。柳潇潇，你休要胡说八道，文轩哥哥答应过我，他不会死的。安乐公主强迫自己镇定下来。文轩哥哥在家书中说了，他很快就会回来。柳潇潇，你们带着武器出现在皇宫，是要造反吗？柳潇潇嚣张地鼓了鼓掌。聪明，大幽有一半是我柳家先祖打下来的，你们李家已经霸占皇位那么多年了，也该轮到我们柳家了。我父皇呢？那个老不死的，自然是被我爹爹杀了。柳潇潇得意地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。柳潇潇，你高兴得太早了，你要不要看看这个是什么？2个还热乎的人头滚到柳潇潇脚下，吓得她瞬间花容失色。李雅看着门口一身银色铠甲的男人，提起裙摆跑了过去。我张开双臂，将他拥入怀中。雅雅别怕，我回来了，陛下和你都不会有事的。柳潇潇疯了般撕扯着自己的头发。赵文轩，你竟然杀了我爹和永宁侯，我们梁府可是开国功勋，你怎么敢的？错，他们是乱臣贼子，都该死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明明一切都算计好了，那些守城的将士都是废物吗？怎么没有拦住你？柳潇潇，我早在出征前就猜到你爹会造反了。我一直怀疑柳将军和北疆达成了某种协议，这一世北疆犯境的时间提前后，我就更加确定了。柳潇潇为了阻止我娶公主，便央求他爹写信通知北疆攻城。可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我会主动请缨攻打北疆。一封封的捷报让他们慌了。如果我拿下北疆，按着跟皇上的赌约，柳家就要将兵权交出去，而柳家与北疆勾结的秘密也会公之于众。柳将军狗急跳墙，威胁永宁侯府与他一起造反。我与陛下早已料想到这个结果，便将计就计，在他们发起宫变时，将其一网打尽。一切尘埃落地，柳家和秦家的人都被赶进了天牢。阴暗潮湿的地牢里，柳潇潇和秦俊正在互相埋怨。秦俊，你这个没用的男人，我就不该鬼迷心窍喜欢你而放弃了赵文轩。呸！我娶你才是倒了8辈子大霉。我们侯府明明可以世代富贵的，都怪你和你爹。2个人越吵越激烈，最
最后直接大打出手。住手！你们怎敢在首府面前放肆？狱卒的声音吓得两人赶忙跪在地上磕头求饶，求首府大人开恩，饶我们一条狗命吧！求首府大人开恩，饶我们一条狗命吧！绛红色官袍扫过崭新的血面，我的每一步都好像踩在两人的心上。秦俊、柳潇潇，明日午时斩首示众。柳潇潇听到熟悉的声音，猛地抬起头来。赵文轩，你竟然当上首辅了，太好了！只要你向陛下求情，一定可以饶我不死的。顾倩那个贱人就被他的父亲和母家保下了，求你看在我们曾经的情分上，救我一次好不好？顾尚书辞官归乡，顾倩母家更是拿出大半的财富，才堪堪保住他一条命。我立下的功劳不少，如果我能舍弃一切保柳潇潇，也许能让他免于一死。可是前世可以为了柳潇潇拼尽一切的赵文轩已经死了，现在的赵文轩是李雅的驸马，我该放在心尖上疼的人也是他。柳潇潇，本官今日是来告诉你一个真相，你当日在侯府落水不是意外，而是被秦俊设计的。什么？柳潇潇愤怒地瞪大了双眼。柳潇潇，你真的好蠢啊！我只想跟你玩玩，你却当了真。为了甩掉你，我只能毁了你的清白。秦俊，你怎么敢这样对我？我要杀了你！柳潇潇扑上去捶打秦俊，两个人再次扭作一团。我离开天牢前吩咐狱卒，柳潇潇和秦俊的尸体必须扔到一起。既然他前世到死都想着跟秦俊合葬，这一世我当然要成全他了。我仰头望着湛蓝的天，心情都轻快起来。文轩哥哥，青天剑说3天后是吉日，我们完婚可好？雅雅，我都听你的。文轩哥哥，父皇还在等我回去一起用膳，我们走吧。好。